宇轩，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一波大清洗。美国川普他在干嘛？他在练兵，拿哪里来练兵？竟然拿委内瑞拉过来练兵。我们之前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你的运毒船一出来我就炸，你不管来多少艘我就炸。过去在海战上面看到非常多，结果现在川普哇真的太狠了吧！现在海战不够，他现在要玩陆战的。中国可能呢不在内部包括他们的政局腥风血雨，但是呢，川普则是在世界呢掀起滔天巨浪。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在委内瑞拉这边呢，恐怕吓到晚上夜不成寐。因为川普呢特别在哪里，在波多黎各这边部署了他全新的，我们讲这个叫做灭国神器 B52。那 B52怎样呢？它就是行经我们讲的波多黎各这边，然后直接呢就在委内瑞拉这边晃啊晃啊晃。但为什么叫做灭国神器？因为 B52它如果真的轰炸下去那个境内绝对体无完肤，没有任何一方是完好的。而且甚至川普跟你讲说，不只是所谓的 B52，我们已经展开所谓的秘密行动，包括所谓的陆路问题，这个叫什么地面战、肉搏战，直接要近身切入到你的国土里面进行的不是别的任务，这个就叫做斩首行动。就是对准马杜罗你的项上人头亲自而来的，但他们这一次派出的不只是灭国神器，而是美国的第160特种作战航空队 ，AKA 叫做夜行者。夜行者，那这个夜行者就是过去呢曾经狙杀过宾拉登相关的部队，这种专门进行斩首，以及对于这种高度机密性目标呢短距离进城，直接呢把特定对象给歼灭掉的一个任务。它出现在哪里？委内瑞拉边境140公里。对啊，所以他要进去，要去进行暗杀任务了。对，而且这夜行者他有一个口号，他非常可怕你知道他的英文名称就是 Night Stalker。Stalker 这个名字绝对不是好的名称，就是所谓的尾随者、跟踪者。他说 Night Stalkers don't quit， 什么意思呢？千刀万里追，也就是说，只要我盯上你了，就算你回到家，就算你上了电梯，我都会一路尾随你到你的家门口，把你给处理掉。所以你知道吗？这么凶，这个夜行者常常在进行很多我们讲的夜间训练的以及暗杀任务不愧对他真的叫夜行者的名号，而且甚至是呢，他所搭载的黑鹰直升机是特别款，叫做 NH-60N。你知道 NH-60N 可能吗？它可以搭载地狱火，它可以搭载4人飞弹，它可以搭载机枪，它可以搭载低炮、机炮。换言之，它可以进行在空中的直接进行扫荡，而且在都市范围内城镇战，你现在可以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它有演练在城镇，它等于说我可以直接潜入到你的城镇，高空垂降下去，等于我部队可以透过直升机的方式直接空降垂降到你的委内瑞拉这边。那对你的马杜罗，只要我掌握到你的定位，我随时可以对你斩首，你就惨了。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暗杀小队。但更可怕，你知道是什么吗？在波多黎各这边，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说 B52特别绕到我们讲行经波多黎各？但波多黎各美军早就已经驻扎好了，包括什么？你可以看到F-35这边它也准备待命。NQ-9死神无人机呢，也搭载它的飞弹，甚至是呢格里夫利号呢，我们讲格里夫利号呢这种驱逐舰配载所谓的2栖登陆，也就是说美国的气垫船，这个都是从干嘛的？从海上直接登陆到第一线，到它的海岸线，直接进行攻击，也就是由海转陆作战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甚至硫磺岛号，你知道这特别在哪里？本来美国处理委内瑞拉这边是派南部战区，对，但他现在是直接派第2远征队。第2远征队，对，换言之，它的形态不一样。南部战区我只 I'm watching you， 我盯紧你做防守就好了。但第2远征队说我来起被台，就代表说我现在要出征，你知道吗？所以他硫磺岛2栖登陆舰也直接现身在这边。但你知道川普被问到的时候，我跟你讲，马杜罗绝对现在时刻盯着川普的直播吓死了。他说：“你有没有要把马杜罗给干掉？”就是直接问到说中情局我们讲的，包括 CIA 是不是要把他干掉？而且你刚刚已经讲，这暗杀队这么凶，一进去。马杜罗命应该没了，就刀子架你脖子上嘛。然后我说你想干嘛？就是问他嘛。然后川普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个 ridiculous 荒唐的问题，荒谬的问题。但它也不完全荒谬，而是说你要我回答荒谬。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把他宰了不荒谬，但你问我这个问题，兄弟啊，你就荒谬了。你想看川普讲了这一段话，为了那个压力锅都要爆炸了嘛，我都要疯了。因为 CIA 真的干过这种事啊。因为你知道马杜罗他怎么讲吗？他15号刚讲而已他说不要让这种政权更迭的阴谋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种失败的战争重演，不要让 CIA 搞政变，所以他一定有收到情资。所以对他来讲，你知道他最可怕的是什么？他现在草木皆兵，他不知道谁是敌谁是友。他说拉丁美洲不需要也不想要拒绝这种行为，所以扩大说，我现在要再搞一个计划，叫做2000独立计划。2000独立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抵抗这种我们讲外国的侵略，捍卫领土。对。结果呢？结果有够辣惨的，我真的觉得你被渗透了。
来，他派了一个2栖登陆舰，哦很帅哦本来说要捍卫，对不对？对他2栖登陆舰应该是海上可以对用，陆地也可以用嘛，结果他竟然搁浅了。真的假你知道的？为什么要搁浅吗？理论上来讲，它在海也可以嘛，在陆也可以嘛。但是呢，因为它前面的船舱哦、舰首全部都进水，进水非常严重，它要沉下去了。对，它变潜艇了。OK，2栖登陆舰变潜艇，那结果呢，船上还有300个士官兵哦，那最后面直接我们讲整个就垮掉。不是，而且你知道吗？他自己哦，想要主办军队哦，出状况就算了，连内部人都不挺他。这委内瑞拉人民自己发了一个我们讲的类似 Twitter 哦，类似这 X Media， 他说什么？太阳集团的头目躲藏在首都，使用 GPS 打电话都会受到相关的干扰，周遭500公尺范围。也就是说，他今天拿着手机走到特定范围，你有没有看到他的 GPS 开始左摇右晃，左摇右晃？有没有看上上下下，上上下一直在那边乱晃？他说这边一定有干扰期，对，很有可能是太阳集团首领哦。太阳集团是谁？就是马杜罗，就是他。马杜罗哦，他孤影其名，对，用暗示的说，对。他可能就在这边，所以这边才干扰。为什么干扰？怕被锁定，怕被瞄准，怕被攻击嘛。他说：“我绝对不会告诉，千万不要告诉 CIA， 坐标在1048745266846834142，就在这个地方。”我绝对没有说马杜罗在这边，结果呢，就马上底下的留言每个人都在 tag CIA。对，然后有人跟 CIA 讲说，我们在帮你省时间、省工作啦，不客气，好不好？欢迎。所以代表说，连他们委内瑞拉国内很多人对马杜罗都有意见。那现在究竟是呢，他自己会去投降，还是最终呢，他可能会沦为刀下亡魂？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玉凤。美国真的，川普也太狠了吧！为什么说他狠？我们刚刚看那么多之外，我们知道这一周他动一个霹雳手段，他把史上最大的跨国诈骗集团陈志给他抄起来了，把他所有资产给他扣住了，把比特币全部都拿走了。结果这个比特币、这个虚拟币到哪了？现在都进到川普政府的口袋里面了。我们每次都说川普是川普投顾啊，话喊多也是你，喊空也是你，神也是你，鬼也是你。我觉得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他把柬埔寨的太子集团 Prince Group Holding 的创办人陈志这个东西给弄下去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对川普真的是对他的尊敬有如滔滔江水啊，绵延不绝啊。原本以为他只在打击犯罪，然后还说，哎呀，美国人好厉害哦，你看哦，在101也有据点，然后呢，在和平单元也有设立公司啊，我们怎么台湾的警方、台湾的这个调查局都不知道，美国人都知道，搞了半天根本不是打击贪腐，根本不是打击诈骗。他就是强盗，他就是来收割，只是呢这一株韭菜啊，这挂了哇，太滋润了，你知道吗？陈志他们这柬埔寨，我们不是讲过了吗？他曾经1天之内弄了多少的3000万的美元，对，一天就骗到3000万美元，然后呢折合台币大概多少钱？9亿。那你9亿怎么洗呢？对，他们当初就是怕美元会被美国盯上，所以呢，他们不走美元系统，他们走比特币、虚拟货币、以太坊系统。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总共多少？12万颗的比特币，市价大概150亿美元，竟然一夕之间被川普给收了，都收进口袋了。所以呢，结束了。这一场根本不是什么打击犯罪，反正呢，如果你敢弄的话，我们需要就出手，出手之后把你给端掉，端掉之后呢，这些比特币全部都到哪里去了？全都到美国人的手上里面。对，那还有更狠的哦。只有这些诈骗集团，他被抄完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我等于是帮美国赚钱，我帮你川普赚钱。对，我帮美国人打工，辛辛苦苦，然后呢弄了一个园区，然后最后呢美国来收获。这次12万颗比特币又给收起来之后呢？他除了有收获，他还懂得去推人家的土地，什么意思？以大坊不是以太坊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小币，这个以大坊是另外一个小币，它原本市值5000万的美元哦，直接被他们砸盘，砸了跌到97%，跌了97%，等于什么？等于叫崩盘，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如果你没有我美国霸权，没有我们的允许，你不要想在虚拟货币、加密货币里面来玩。对，你这些资金盘不可能没有空间给你玩了，所以呢就把你给砸下来。那砸下来之后呢，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太子集团赚那么多钱啊，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被美国给盯上了，对不对？你今天来讲的话，美国一定是什么？我看到李桃啊，我知道说我这次把你给端掉之后呢，我可以把你的比特币给收起来。那大家就想一件事情嘛，虚拟货币、加密货币不是去中心化吗？怎么突然之间全部中心化了，全部到了这个司法部去了？这就是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是主要的节点，次要的节点，这是普通用户的节点，所以呢，你各位我在哪里？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可能在这个节点，而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是谁？太子集团的一个账本。这就是他们虚拟货币的一个账本，而过去来讲的话，你应该要好好的处理。还是那句重点，读书很重要。对，你会诈骗，但你书没有读得很好，他们就相信了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平台，这个有点逊，他就觉得说，反正呢，你用这个随机生成，我就可以把一个一个藏起来，随机生成，随机生成，然后最后到了每一个的账本里面的话，你就找不到我了。就算你今天扣到我一部分的钱包，我其他的冷钱包你也找不到那个私钥啊。只有美国还是找到了，国家力量就是这样，直接暴力破解。美国太可怕了吧？他把你的主要节点抓出来之后呢，就找到你的次要节点，就发现说你的随机生成是假随机，什么意思？你15个号码的一个 digit， 你并没有好好的去处理随机的部分，所以呢，它是有 logical 的，就是它是有逻辑的。棒，用国家力量就把你暴力破解。所以呢，他们出手之前就已经把这下面太子集团所有的钱包都已经掌握好了，代表说美国才是这场游戏真正的大哥。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大家觉得诈骗真的很可恶嘛，对不对？台湾最近新北市警察局也真的是出大事了，刑大也有啦，然后呢三重也有啦，今天连树林都有。好，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讲清楚。树林分局有同仁，你知道吗？查个资过去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也讲过很多次，很多是帮诈骗集团，很多是帮这个征信社去查。对，没有想到这次的诈骗集团他们去查哪里？他们竟然去查了165。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他查了165专线的警示账户，来喽，各资车籍都跟这一些诈骗集团讲了。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台湾的诈骗会抓不完？我们的警察听谁的？听诈骗集团的。对，165是什么单位？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讲，165这是打诈是刑事局最主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赖总统讲的嘛，就是要打诈。这个是刑事局他们弄的一个打诈仪表板。昨天10月16号。你知道吗？全台湾竟然打诈被诈骗损失了2亿7100多万元。你说打了半天，越打越诈，这个金额能看吗？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诈骗会越打越诈，因为这些不法的警察全部都把这些资讯全部都给一个一个给丢出去了。而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诈骗永远打不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